4月16号，根据美国福布斯新闻网报道，先前在俄乌战争中出现的俄罗斯乌龟坦克再一次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这是继4月初乌军俘获第一辆乌龟坦克后，浮现在人们视野中的第3辆同类型坦克。这种基于老式坦克改装的武器，究竟为什么会在俄乌战场出现？它又会给未来的战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时间回拨到4月份月初，这是乌龟坦克第一次在战场上现身。当时流传在社交网站上的相关画面呢，都是由乌克兰军队的第一视角操控无人机拍摄的。事实上，这些 FPV 无人机既是乌龟坦克首次现身的见证者，也是促使俄罗斯方面为坦克加装彭氏外挂装甲的原因。哪怕是市场上廉价的4旋翼无人机，在加装一些空心装药的步兵反坦克火箭后，都能化身为一架自杀式无人机。这种空心装药火箭一般呢会将战斗部内的炸药做成圆柱体，并在圆柱体炸药的对敌方向挖一个内凹坑。这种凹坑呢，大部分是锥形或者是半圆形，坑壁表面还会盖上一个金属垫。当战斗部被引爆后，炸药释放的气流会向内凹坑中心汇聚，坑上的金属垫也会迅速向中心线闭合，形成高速金属射流向前运动，射流前端的速度可达8000米每秒以上。这种高速金属射流能有效破坏坦克装甲，而搭载这类反坦克武器的自杀式无人机，往往还会瞄准坦克装甲最薄弱的顶部。就以俄罗斯改装的 T72 坦克为例，其前部上装甲厚达204毫米，侧部装甲厚度呢也在70到80毫米。可到了坦克顶部之后，装甲厚度就会骤降到20到30毫米，也就人的2根手指那么宽。坦克一旦被自杀式无人机命中，重则当场被毁，轻则履带受损，发动机停车。俄罗斯军队为了保存有生作战力量，在发现坦克无法经进后呢，往往会打开舱盖弃车逃生。乌克兰军队发现这些舱盖大开的坦克后，又会派出可以投掷改装爆炸物的无人机，将步兵手雷等武器丢进被遗弃的坦克，彻底摧毁俄军载具。俄罗斯改装乌龟坦克的初衷呢，就是利用这种彭氏装甲保护坦克顶部。乌龟装甲虽然是本身并不厚，但也谈不上多坚固，但是能发挥间隙装甲的作用，让自杀式无人机在它面前提前爆炸，让破甲弹的高速金属射流失去打击坦克的最佳爆炸距离。而且龟壳装甲的覆盖面积足够大，俄军希望通过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提高坦克的战场生存率。早先是为了应对无人机从天而降的攻顶模式，俄乌双方都为坦克顶部增加了龙式装甲。龙式装甲的铁丝网能够很好地防止自杀式无人机顺利接近坦克顶部，但这样的防护力度还不够。那些无孔不入的自杀式无人机能在无人机操作员的指挥下，像狙击镜瞄准一样，对准坦克的顶部薄弱部位进行打击。俄军为了实验出更好的防无人机战法，才推出了覆盖面更大的乌龟坦克。但是有些戏剧性的是，就在第一辆乌龟坦克亮相的第3天后，俄乌战场就传来了乌龟坦克被击毁的消息。根据乌克兰无人机传来的画面，一辆初始型号的乌龟坦克趴在一处机库废墟里一动不动了。机库原有的铁棚屋顶已经被摧毁，只有墙壁合围着一堆废墟。从机库受损的情况来看，这辆报废的乌龟坦克很可能是被来自上方的炮火击毁的。但乌龟坦克在彭氏装甲下主体还算完好。根据乌克兰士兵随后拍摄的近距离视频，这种初始型号的乌龟坦克是在坦克本体的基础上，用一堆拼接钢梁支撑起了一个金属棚。坦克主炮受到两侧钢梁的阻挡，几乎没有向周围转向的空间了。坦克上方的金属棚厚度不大，本身也有着很多焊接痕迹，看起来像是某个五金工匠的即兴作品。而且整个彭氏装甲的前端和后端与坦克本体之间的缝隙很大，并没有保护到履带和车头车尾，还是给乌克兰炸弹留下了打击空间。而这辆坦克之所以被乌军缴获，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车尾的动力舱以及坦克履带受到的损坏。或许是俄军坦克兵经历炮击之后，发现坦克无法顺利行动，只好将其丢在机库里，留给乌克兰军队研究去。俄罗斯给 T72 坦克装龟壳，其实呢也是想让坦克在面对敌方火力时多一层屏障。
早在2023年10月，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就曾提到，有些俄罗斯装甲部队为了防御穿甲弹，给自家的 T-62坦克以及 BTS-4装甲车装上了全覆盖版的格栅装甲。不过，俄罗斯军队很快就发现，自家坦克在前线面对的危险不仅仅是乌军的 RPG 火箭弹和穿甲弹，乌克兰军队通过自杀式无人机也对俄罗斯坦克构成了显著威胁。俄罗斯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对抗无人机，比如发射导弹或者使用电磁干扰。根据白俄罗斯理想社报道，就在4月12号，俄罗斯空天军副司令安德烈·谢苗诺夫还向俄乌前线部署了超过50辆铠甲防空导弹系统，用来帮助俄国装甲部队防御无人机。铠甲 S1 型防空导弹车呢，是一种使用相控阵雷达侦测战区中小型空中目标，并使用导弹和高射炮展开防御的武器系统。在实战状态下，铠甲导弹车通常会跟随着坦克团以及摩托化步兵团协同作战，其理论射程半径达到30千米，能够打击飞行高度15000米以下的敌机。但是这套防空武器其实也有弱点，那就是它的最低打击高度是在200米以上，而乌克兰方面的作战无人机呢，大部分都是 UJ-22 和 UJ-26 这类的小型无人机。比如 UJ-22 这款无人机翼展只有 4.6 米，长度也只有 5.5 米，更小的体积就带来了更低的雷达能见度和热辐射信号，使得无人机不容易被雷达发现。UJ-22 的最大升空高度虽然能达到6000米，但大多数情况下它都会在低空飞行，以此减少被俄罗斯雷达发现的概率。并且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UJ-22 无人机也有20千克的有效载荷，能够携带小型炸弹攻击地面坦克装甲车。这种小型无人机对于传统的防空导弹高射炮常常都是目标太小。俄罗斯在击落一架乌克兰无人机之前，自己可能已经损失了好几辆载具了。正因为如此，俄罗斯给坦克安装乌龟造型的外壳，虽然看起来有些滑稽，但正是这一块粗糙的装甲能够遮挡住坦克上面所有的弱点，并挡开乌克兰无人机扔下的小型炸弹。可是对于一款武器的改装来说，不能考虑改装行为带来的益处，也要注意改装造成的副作用。乌龟坦克的龟壳毕竟还是很粗糙的构建，它很可能只是俄罗斯基层部队官兵对手边坦克所做的 DIY 改装。至于改装所用的材料、工艺以及改装后的效果，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首先，坦克加装龟壳，它一定会导致自身重量增大，影响坦克行进时的机动性，并且根据现有的战场画面看，乌龟坦克的龟壳覆盖面积非常大，这会让坦克原本装备的前望设备失效，削弱坦克成员对周边战场的态势感知能力。不仅如此，龟壳装甲呢还没有从根本上提升坦克的防御力，因为这层龟壳只是由简易金属拼接的，并没有使用真正的装甲材料，它能够挡开乌军无人机投放的小型炸弹，却依旧抵挡不了神箭炮弹和反坦克导弹的打击。如果碰上了地雷装置，龟壳能起到的作用就更小了。由此可见，龟壳装甲从防御角度上来说并不完美，而从进攻角度上来看呢，乌龟坦克受到的不利影响就更大了。由于炮塔不能旋转，乌龟坦克一旦遭遇敌兵，就必须通过坦克自身转向来瞄准，这大大就降低了坦克的射击效率。如果此时乌克兰地面部队携带的是反坦克导弹一类的武器，那乌龟坦克可就大事不妙了。本来乌龟坦克对外界的感知能力就差，很难在第一时间发现敌兵。现在碰上了敌方地面部队之后，乌龟坦克又会因为转向速度慢和主炮难以瞄准的问题，错失打击敌人的时间窗口。归根到底，俄罗斯的乌龟坦克之所以出现，主要还是为了防御来自头顶的威胁。问题总是要发现一个解决一个的。俄罗斯坦克现在最头疼的也就是无人机，自然也会优先针对无人机威胁改动装备，这是一种特定的战场环境导致的特殊武器形式。只要乌龟坦克能够让俄罗斯军队摸索出一种对付无人机投弹的方法，那么俄军方面一定还会对乌龟坦克进行后续的优化和改进。其实呢，类似于俄罗斯乌龟坦克这样的设计，之前呢也不是没有出现过。例如瑞典研制的103型 S 坦克也是一种炮塔无法转动的坦克。S 坦克是瑞典研制的主战坦克，其主炮瞄准方向是由坦克本身的姿态控制的。
当坦克变速箱控制2条履带速度进行转向时，或者车体液压悬挂系统改变坦克高度时， S 型坦克的主炮也会随之上下左右调整。S 型坦克之所以采用无炮塔设计，是和俄罗斯乌龟坦克相似的原因，那就是加强坦克的防御性。S 型坦克从整体上来看造型低矮，原本用在炮塔上的装甲都被瑞典人整合到了坦克身上。这样的设计和瑞典的地理条件是分不开的。瑞典地区森林众多，沼泽、湖泊密布，这样的地形呢，对于坦克而言适合打伏击战和游击战。重型坦克在这个地区是没有施展空间的。挪威更是想把 S 型坦克打造成一个突袭者，并且在研制 S 型坦克的60年代，其他国家的坦克也不能边跑边开火，在发动进攻时，这些坦克也要停下来之后再去调整炮塔校准。所以对于当时的 S 型坦克来说，没有炮塔是算不上什么大缺点。而对于俄罗斯乌龟坦克来说，如果俄军想让这种装备派上更大用场，要改动的地方就多了。其实任何一种武器装备的出现，都是由粗糙到成熟，从野蛮生长到最终定型。根据美国福布斯新闻网在4月16号的报道，俄罗斯已经有了更多造型的乌龟坦克了。它的棚式装甲覆盖面积进一步增大，但保留了一处洞开的窗口。这处洞开窗口呢，可以用来安装无线电干扰器，作为干扰乌军 FPV 无人机的电子干扰系统。这其实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俄罗斯想要对抗无人机攻势，无非就是从攻守2方面下手。从防守方面呢，俄罗斯坦克可以进一步扩大棚式装甲的防护面积，提升装甲的坚固程度。从进攻方面，俄军可以改进坦克的电子干扰装置，或者提升铠甲防空系统的低空搜索能力，让乌军无人机无法接近坦克部队。而况且对于一款新出现的武器而言，看起来粗糙搞笑其实并不算问题，关键是后期能不能得到优化改进。防弹衣在今天看来或许是单兵必不可少的装备，但历史上的防弹衣刚刚出现时也常常遭人诟病。比如一战时期呢，西欧各国都开发了金属防弹衣。早在1916年，德国就为士兵们提供了一种镍合金防弹衣。该款防弹衣呢，由4块拼叠的合金片构成，人们穿上后啊，像笨重的龙虾一样，很难行军打仗。同时期的美国也研制出了名为布鲁斯特护身甲的铬镍合金防弹衣，这款防弹衣甚至能挡下刘易斯机枪的子弹，但是重达18千克的穿戴重量还是让美军放弃了它。直到了1970年之后，随着材料学研究的进步，由陶瓷、凯夫拉纤维以及各种高性能复合材料组成的防弹衣才逐渐被各国军队接受。乌龟坦克的发展很可能也会走过相似的历程。现在的乌龟坦克或许只是几名士兵的手工 DIY 作品，但未来坦克防备无人机的大方向是存在的。乌龟坦克可能会得到更加系统化和专业化的改装，例如在装甲表面提前预留电子侦测系统和火控系统窗口，并且开发更轻更牢固的装甲材质，或者将装甲改为可分段式和可拆卸式，增强坦克对战场环境的适应能力。如果能得到这些改进，相信乌龟坦克的机动性和战场感知能力能得到很大提升，俄军乃至世界各国也会有兴趣研究更多的防无人机坦克。对于乌龟坦克，俄乌战场还在不断地传来最新的情报。乌龟坦克究竟能否发挥作用？乌克兰军队又是否会做出相应改变？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